下！9·18事变后，东北军奉行不抵抗政策，使得东三省沦陷。大批东北军将士不满投降政策，离开东北军，加入了东北人民革命军，与日军展开了生死战斗。日军在伪满汉奸的帮助下，对东北抗日联军展开围追堵截，屠杀了无数抗日将士。就是横嘛。
谁呀？快！不要怕，怕的时候吃一颗。来了！哎呦，兄弟！哎呦，快过来搭把手！兄弟！摸着还有呼吸，留在这里太危险了。鬼子随时会来，我扶他去后山棚屋里躲躲。我把门前的血迹清一下。好。拿着，把门关好啊！好。兄弟，你先在这躲躲，你安心在这待着，我先把鬼子引开。男人已经被我们抓住了，你们把人藏在哪里了？说不说？我不知道，什么都不知道。说还是不说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把人藏哪儿了？什么？真没有别人。孩子硬，敬酒不吃这罚酒。太君，这真没有别人。我看你嘴硬到什么时候？说还是不说？说不说？半个亚路！带走！嘿！你爹娘把人藏哪儿了？不把人交出来，你爹娘都得死。
那我就用你的命来换你的命。出来！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说不说？畜生！你们这帮畜生！不要啊！太君！太君！太君！放开我！我抓到他们的女儿了！秀儿，秀儿，娘！秀儿，爹，娘，你放开我！我求你们放了孩子，你们放了雪儿吧。你们一家三口这回算是凑齐了，说出来，这是你们最后的一次机会了。畜生！我的孩子，你放开我！不要！孩子看娘，孩子看娘，孩子看娘。看到那绳子没有？打中了，爸爸就能活；打不中，告诉我那个人在哪里。我不要，我不玩，我哪有？不要！
师傅，你没事吧？好，可以下山报仇了。真的吗？小野鸡，听说有人出钱买你的人头啊？4比5双，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同框气口，我在这里不出去，怕什么？风力3，方向东南12度，射击距离137米，射击点为15厘米，预计目标出现双口位置时间不会超过3秒，第一次行动有把握。他已经是个死人了。我带宪兵队按定时炸弹，时间应该差不多了。哟，太君，吃点啥？没长眼，对不起，太君。没长眼，够！准备，10、
7。守住门口。6、5、4、3、2。没事儿。还有什么放炮？是。报告长官，报告局长。这是在距离宪兵队137米的一个屋顶上发现的。137，昨天的风力应该是3级，能在这么远的距离、这么大的风力射中这么小的窗口，这让我想起了一个人。嗨，管他是谁呢！立刻封锁全城，将近日进城的人全都抓起来，严加盘查。事情没那么简单，康队长，你怎么看？报告长官，全城盘查恐怕会打草惊蛇，最好设一个圈套，引蛇出洞。什么帮我？小野就是你处决的。你们是游击队，一定是游击队。巴格亚路啊！我们会在城里设下埋伏，到时候看看这个狙击手会不会找到你。根据咱们之前的勘测，所有目标人物可能出现的地方都有最佳闪点。但现在的问题是，藤田一直躲自己，鬼冢也自己出。或许我们可以和别人合作。
会让你身陷险境的。是。我已经在队伍里找出最优秀的射手，埋伏在最佳的射击位置。还有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都是我们优秀射手的射击位置。我们会在目标射击范围之内设立警戒线，只要枪声一响，我们士兵会第一时间到达现场。到时候我就亲自出马，干掉这个狙击手。太君，高！明天下午开始，藤田就会在这些位置部署重兵埋伏，一旦进入，你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在他们的监视之下。你们根本没有机会。我们今晚就去埋伏。今晚？你要在屋顶潜伏24个小时。师傅，我们用声东击西、引蛇出洞那一招。他奶奶的藤田，枉老子跟你这么多年，做牛做马，出生入死，竟然拿老子当诱饵！藤田，你个混蛋！我们在各处屋顶套上架，吸引鬼子的注意力。
真是周元。等子弹打到你身上，你就知道是不是他了。老师，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办？松下，你不是喜欢打猎吗？这回我精心布置了一个狩猎场，你可以尽情的享受一番。狙击手防不胜防，那我们就主动出击，引蛇出洞。还要演，都白送一个孙子文了。我上次的计划被康弘毅这个卧底钻了空子，这回我必须得安排的天衣无缝。被发现名单不大，发现了又怎样？还能轮到咱们？鬼子早就把那里封锁起来了。据说央行的鬼主明天会亲自带人挖掘墓葬。这帮鬼子挖坟掘墓不得好死！别乱说话，万一什么事儿？你看，连普通人都知道鬼冢要出门，这次一定是圈套。鬼冢是杀我母亲的凶手，如果这一次再不报仇，我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不能让战友的性命冒险，这次只能靠你们自己了。好东西，好东西啊！中国的宝贝，大大的好啊！太君，太君，这儿还有好东西呢！收完这批东西，我就可以回国了。这次行动有点太顺利了，我在心有诈。师父，这是除掉贵重的最后机会。自己小心。
不是周元，不管你是谁，把枪放下，留你条全尸。放下！死！他们设了埋伏，快走！可我还没杀了鬼冢。听我的，以后再找机会。走，走！快！这喝的真新鲜。来看一下上好的料子。再喝点儿。你摸一下。师傅，有好一点吗？没事。来。老师，找到他们。鬼子把这里都包围了。师傅，要不我们先撤离吧？不，如果这次不成功，恐怕师傅就没机会了。这可是血海深仇，不死不休。
卓元兄，我敬重你的枪法。我认为你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武士。但有个事情我一直想跟你聊聊。你们东北军之前，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战斗力，都是中国最强的。碰到我们皇军之后，一枪未放就跑回了关里。那你为什么不跟他们一起去关里，非要跑到深山老林里，跟一群叫花子一起跟我们皇军作对？为了你，我特意搞了一个美国货加兰德半自动步枪。我做事的原则就是，你搞事情，我就搞定你。你也看到喽，今天我精心的布置了一个狩猎场，而你就是主角。我在你们枪的射击范围之内布置了重兵，在枪的范围之外呢，我就布置了上百名的便衣四处巡逻。周元，如果你的小伙伴们还不出现的话，那么今晚就是你最后的一夜了。藤田啊，藤田，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是这么胆小。你费尽心思布这个局，自己却躲在射程之外。你杀得了我一个周元，还会有更多的周元等着你。相信我，中国人会用子弹告诉你侵略者的下场。准备，1、2，抬起来，3、4、1、2、3、4。周元还活着。如果你不去投降，鬼子会在明天将他当众绞死。什么？这次，鬼子一定会设下层层圈套，到时候我们会帮你的。哎，师傅。怎么？我这儿还有。
杀了我爹，我又杀了我师父。不是这样的，我看到了，是藤田手下趁你开枪之际，从背后将你师父杀害。要杀了藤田！你准备怎么做？可是我师父死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用你的枪，继续你的复仇。我一个人，真的可以吗？只要我们联合在一起，就一定能杀了藤田，赶走日本鬼子，解放县城。鬼子正面战场已全面溃败，届时藤田会带着从中国掠夺的财物逃回日本。振作起来，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。报告长官，我军遭到游击队的突袭，请指示。你带领2中队、3中队，立刻赶往罗马坡进行突袭，务必要将他们一网打尽。是。松下，你带领着特勤班从后山绕过去，潜入他们后方，找机会干掉他们指挥官。是。基地已经暴露，我们要立即转移。落马坡地形复杂，我们要充分利用这次机会，赶走县城的鬼子，给大部队的作战减轻压力。我们在这里、这里，还有这里，都埋下敌人，抓紧时间做一些突破，即便是轰不死鬼子，也要吓死他们。是。藤田狡猾多端，他会派人偷袭后山。后山十分陡峭，行走艰难，鬼子不会舍易求难吧？给我一把枪，我来帮你守后山。你一个人？我一个人。千万要小心。严彬！对方已经转移，追！
没事吧？快走！快走！这边。你们怎么会来？ 鬼子进入了伏击圈，被我们炸得人一样麻烦。大部队已经到了，正在跟他们对战。哎，你干嘛？我一定要杀了藤田！站住！别犯傻，你一个人势单力薄，到时候我们和大部队配合，再替你父母报仇。隐蔽！这是典型的围场打援，不找出对方狙击手的位置，去一个死一个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就看着他们死啊！风向东南，风速大约2.5级，射击偏差1角分左右。从枪声响起到击中，几乎只有1秒。对方射手应该在200米左右。 坚持说，狙击手的位置应该在11点钟的方向。不管狙击手在什么位置，我们都要救战友。你火力压制，我救他们。你现在出去会死的。我不怕。不要白白送死。我来对付狙击手。掩护。 瞄准射击，顶尖的狙击手只需要3.5秒，而这段时间就是你的安全时间。那师傅，你也是3.5秒吗？我只需要3.4秒。切，才少那么0.1秒，这有什么嘛？
最后50里。1944年，晋察冀八路军对日军展开春季攻势，在这面战场吸引了日军主力的注意力。东北八路军和游击队借此机会，也展开了对日军的全面反击。到底是什么人？四处给我作对！长田，这一天我已经等了10年。10年前，你杀了我父母。10年后，你杀了我师父。今天，我就要亲手杀了你，为他们报仇。原来，你就是当年那个小丫头。
你不是想为自己的父母报仇吗？好，我就给你个机会。我刚才说单挑。 吃一颗。爷，娘，师傅，我以后再也不会害怕了。我以后再也不会害怕了。雪兰，雪兰，你没事吧？你的仇终于报了。我要加入游击队，让把鬼子全部赶出中国。好。